爸爸，最近财经界最大的盛事莫过于股神巴菲特，他宣布最后一次主持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了，全球的投资人都在关注，你从中听懂了什么重点了吗？我们不要听巴菲特具体讲了什么，我们要结合他做了什么一起来解读。那我听到的就是巴菲特觉得5年内很大的可能有一个巨大的股灾会来临啊！好啊，超级大股灾，5年内啊！去爸爸，你这也太劲爆了吧！你到底是怎么听出来的呢？那我的推算是这样，巴菲特现在抛售了很多股票，拥有了巨大的现金，现在他整个资产里面现金和短期国债已经占了他的资产的53%以上，而他这一次股东大会也讲到了，真正最好的投资回报是要等待的。 Shows our financial condition, which continues to hold a lot more in cash and treasury bills than I would like. That's simply a question of when opportunities occur. And if you get real opportunities every 5 or 6 years, you have to be patient. 他觉得在5年内一定会有机会把这笔钱用出去做投资，而有超级的回报。那我们再看一下巴菲特过去什么时候做的投资的回报是最好的，他都是在股市尸横遍野的时候是去捞便宜货的，所以他现在坐拥巨额的现金，而他推算未来5年可以把这些现金善用在投资里面。我的推算就是5年内股灾就会发生了。而我们再看一下，现在有3大危机，每一个危机都足以令到股市、债市和汇市崩溃，股灾真的有机会会来哦。哇，所以今天这个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因为如果你不看这个影片，不了解背后的危机，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你将会损失惨重。相反，如果你看完了这个影片，了解了危机背后的机会，在低位的时候把握到这个机会，你将会有机会像巴菲特一样，能够赚到你人生的大钱。爸爸，刚才你讲到有3个因素会导致股灾，你可不可以更加详细的说一点呢？那首先我们知道关税会带来通胀，而同时关税也会带来全球的经济大萧条，2个加在一起就是滞胀。滞胀是最麻烦的，因为一般来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通胀就会降下来，这个让美联储可以降息，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但如果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关税又使到通胀很高，美联储就很难做事情了，因为如果他们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会把通胀火上加油，再推上去，长远来说对经济和人的消费能力，特别是低收入人士的消费能力是非常不利的。那美联储不能降息来救经济，这个经济的危机可能会更大，而当然股票市场也会是非常的惨烈。上个世纪70年代就是上一次我们看到滞胀的时候，在那短短的10年内发生了2次大的股灾。对，没错，上一次发生滞胀的时候，美国标普500是下跌了接近50%。那第2个危机是美债危机，最近 Ray Dalio 也再次的提出他对美债的担忧。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局是欠了外面超过36万亿的债，州政府欠的债也是高达了2.6万亿的美元，还有地方政府也欠下了高达2万亿美元的债。那补充一下，刚才 Rich 说美国的财政赤字是连续了25年，其实美国的财政赤字是自从1971年美元跟黄金脱钩了之后，美国就无限的在印钞票资助他的政府有财政的赤字。那中间好像是停了几年，是在克林顿做总统的几年，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克林顿非常的聪明，他当时看到了美国的 Social Security 的基金有一笔钱在那里。那我们知道美国人在工作的时候他们需要交 FICA Tax， 这就是美国的社会保障的基金，使到美国人在退休之后可以提取这些资金来退休养老。所以美国人不断的工作供款，使到这个 Social Security 的基金有一定的钱在里面。那克林顿总统看到这笔钱就静悄悄的把它花掉了。如果大家去查一下的话，去年2024年美国的财政部发表过一篇文章，他说在未来的75年 Social Security 付出去的钱和他能拿回来的钱中间的 shortfall 差别是175个
trillion， 也就是175万亿美元啊。我们把它平均除到每年，那每年也会有2到3万亿的 shortfall 啊。那我们先不讲 Social Security， 就光讲美国的联邦政府所欠下的债务，现在也到了36个 trillion。那除了联邦政府之外，美国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欠了不少的债，这些还不包括在36个 trillion 里面哦。那市面上有很多人说，美国政府6月份有6.5万的国债会到期，但是经过我们核对之后，其实只有1万亿的国债会到期。那问题来了，4月份的时候，美国国债有2.3万亿到期，也没有事情发生。那为什么6月份只有1万亿，他们却非常担心呢 ？Rich， 你 fact check 是非常好啊。我们现在社交媒体上随便乱说话的人太多了，我们不能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任何的事情我们要查证一下可靠的资料的来源。那讲回到6月份债务到期会不会引发灾难呢？我们先看一下美国现在的国债债息图 Yield Curve。从这幅图来看，现在的债券市场当然背后代表着债券投资人的集体智慧。我们没有看到6月份的国债收益率有上涨，事实上还比以前低了很多。所以从债息市场这个市场信息当中，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的国债的危机。那当然市场也不是永远对的，还记得次安危机的时候吗？当时整个股票市场对于 subprime mortgage 这种次贷都觉得风险很低，没有觉得它会爆破，所以它的收益率也是非常的低。当然有些投资者眼光独到，觉得这些 subprime mortgage 次贷是严重的被低估了违约的风险，所以我们后来有一套戏叫大卖空 The Big Short， 也让我们认识到著名的投资者像 Michael Burry 这些人看到了市场的不合理，去沽空而获得了巨利。那如果我们不看现在市场债息的资讯，凭逻辑来推算一下，现在美债的确有几个大的隐忧。第一个，刚才我们所说欠的债已经到了历史新高的数字了，而当然这个欠债的数字是不断的在刷新历史新高，因为它是不断的欠债，所以也看到美国财政赤字是很大的，根本是减不下来。虽然 Elon Musk 的 Doge 把美国的政府开支是削减了一点，但是美国现在要支付之前欠下这一屁股债的利息开支正在急速的上涨。那为什么这些利息开支现在急速的上涨呢？除了刚才说的所欠的债越来越多之外，美国的国债的利息也是上涨了不少。当然美国发行国债的时候，有些国债是3年的，有些是5年的、10年的，甚至30年的，所以在它这些国债没有到期之前，他们享用的还是之前的很低的利率。所以如果是一张5年的国债，美国现在支付的利息是5年前，那5年前利息是很低的。那5年前美国国债收益率是 0.6%， 大约是26万亿的债，而当时候债务对比的 GDP 是大约 124% 左右。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5年之后的今天，这些国债到期之后，财政部再要发行债券的时候，它就要支付这些更高的利息了。而现在呢，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大概 4.3%， 欠下了大约36万亿的债，而目前呢，债券对比 GDP 是 122% 左右。虽然现在跟5年前债务对比 GDP 的数字类似，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如果美国发生了衰退，而债务对比 GDP 的数字就会上涨。那除了天文数字的债和高的国债利率之外，还有一个是值得担忧的。之前美国贸易赤字向全世界进口了大量的货品，全世界的生产商、出口商收到了美金之后，跟他们的央行去换取本地的货币。那央行收了这些美元之后，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当时大家觉得最安全的是美国的国债，所以无论是早期的日本或者后来的
在中国都是把这些贸易盈余所得来的美元重新的搬回了美国，投资了美国的国债。那自从俄乌战争开始，美国冻结了俄罗斯的美元资产，那现在中国跟美国关系搞得非常的差，中国当然要做风险管理，不能再持有这么多的美债了。同样的，日本最近在他跟美国谈判关税的议题上，也把抛售美债作为他可以出的一张牌了。所以大家开始担忧，会不会美国债务到期的时候，中国、日本还有其他的国家就把这些本金拿回来，不再购买新的美债，使到之后美国的财政赤字，没有人借钱给他了。当然理论上美联储是可以无限的印钞票去购买这些国债的，但是这个等于是量化宽松，那量化宽松其中一个代价是会把通胀推高的。那现在特朗普的关税使得通胀已经在回升，这也局限了美联储之后通过大量的印钞票来购买这些新的美国的国债了。那就算其他的国家不像中国和日本那样，他们很想去买美国国债，但是呢，他们又面对着一个问题，现在美国加了关税之后呢，进口就少了，进口少了，那些国家的出口就少了，出口少了，美金就收少了。那他们美金少了，又怎么样去买美国国债呢？就打个比喻，你收到的工资少了，你就没有那么多的钱去投资了。那当美国财政部还是继续的有赤字，美国的利息支出会使到它的财政赤字继续维持，美国国债的利率上涨会使到美国财政的赤字难以降下来，需要不断的在国债市场里面发行新的国债来资助它还旧的债和其他的开支。但是这些债券的需求又疲弱了，没有那么多人想投资国债了，自然的反应就使到国债的收益率继续的攀升。而到了某一个点，市场开始担忧这些越来越大的利息支出会导致美国政府违约，这个临界点到达的时候，就像之前的欧债危机一样。那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当时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当时欧洲违约的只有希腊一个国家，但是因为希腊违约了之后，当时国债的投资者就开始担心需要有更高的利息才能吸引他们继续去买债券，一下子整个欧洲不同国家的国债利率都上涨了。上涨之后，大家一看其他的国家像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这些国家本来财政赤字还勉强可以的，但是当利息支出增长之后，这些国家的违约几率也上涨了，这也推高了这些国家国债的利率了，这就开始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的欧债危机是持续了3-4年，而且是越来越糟糕，直到后来欧洲中央银行拍胸口承诺无限的购买这些国家的债务，投资者才松一口气，觉得有欧洲央行在背后，这些国家不会违约，这时候利率才降下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国债相对这些小国家要大很多，再结合之前所讲的其他的因素，一旦美债出了问题，美联储有没有能力来稳定整个债券市场呢？那一旦一个国家违约的话，对股债汇甚至房地产带来的影响会是很大很大的。我们再回看一下1998年的时候，新兴国家俄罗斯还不起债，导致了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倒闭，而这个基金倒闭也使到美联储要联合各大银行来稳定资本市场。可以看到，就算一个小小的俄罗斯违约，也会对美国的资本市场带来这么大的冲击。那还有一点我们要小心的，当美国国债不再是这些外国的央行去投资的话，而是靠美联储量化宽松买国债的话，这个时候通胀会上去，而这次的通胀会比以前更加的厉害。我们看回以前美联储2次的量化宽松，其中大部分多出来的美金是通过买全世界的货品把通
通胀输出给了全世界，全世界出口美国的便宜的产品，使到美国的通胀没有那么高。有调查显示，美国靠着全球化的贸易，使得它的通胀是低了30%几。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没有向全世界进口产品的话，美国今天的通胀要比原本多出40%左右。如果现在特朗普关税使到美国的进口量少了，很多的制造业回了美国本土去生产了，在这个情况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会把美国的通胀推得更高，因为它不能够再依赖进口产品把通胀出口给全世界了。当然，全世界没有了美国输出的通胀，很有可能就会发生通缩，同样的也是非常不利的情况。那回到美国，当通胀很高的时候，最终谁来买单呢？就是买了那些债券的投资者。所以债券不再是低风险低回报，而是高风险低回报了。通胀会使到债券投资者未来收回来的本金购买力大大的减少，所以大家不要再相信买国债是低风险的咯。哇，第二个已经这么炸裂了，那第三个因素到底是不是核弹级呢？那第三个可能导致大萧条大股灾的因素就是美元的危机了。其实美元背后是空气，这在20年前谁都不会在意，因为20多年前大家都忙于出口给美国赚美元，赚到美元，谁都希望相信这个美元背后是价值满满的。当全世界都相信美元的时候，美元自然是有它的价值和地位的。但是自从俄乌战争之后，美元变成了没收其他国家的资产，央行开始要分散他们背后储备货币美元的成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比例也开始下降了。再加上美国跟中国、俄罗斯关系开始差了，所以金砖5国和后来加入的国家也开始讲美元的替代货币。那叠加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美债和最新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全世界都非常不爽美元霸权了。所以我们看到美汇指数今年是跌了很多，最近也跌破了100这个心理的关口。而相对美元的避险资产黄金，它的金价也屡创新高。当然这还没有到美元崩溃的时刻，一旦美元崩溃的话，黄金的价格可能会涨到4000、5000、6000甚至1万美元一个盎司以上。你想想看，如果美元是垃圾，要多少的垃圾货币才能买1盎司的黄金呢？那美元贬值再一次推升了美国的通胀，而同时因为买美债的投资者预期美元会贬值，他们要求更高的美债收益率才能补偿他们去买美债，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三大因素互相影响，一起发酵的话，后果当然是很严重，可能这就是巴菲特所期待的史诗级的大股灾啊。巴菲特有说过，股灾的时候是最好的投资时机，而往往有一些机会只有5分钟的时间做决定。 There are times when you have to act fast. In fact, we made a great deal of money because we're willing to act faster than anybody. The thing you have to do is you have to be willing to hang up after 5 seconds, and you have to be willing to say yes after 5 seconds. 所以你要事先的装备好自己，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把握。巴菲特说过，最好的投资是投资自己的脑袋。当股灾发生的时候，如果你是个长线的投资者，这其实是你买入10倍股的最好时机。因为股灾之后会有一个长的牛市，在这个长的牛市里面，一些基本面好的公司，他们有可能会涨好长的一段时间，最终成为10倍股。如果你不是一个长线的投资者，而是一个中短线的投资者的话，那 Richard 那套寻找强势股的技术分析可能会更加适合你。那无论是基本分析或者技术分析，我们都有很好的工具给大家。那有个好消息就是现在美元跌下来了，我们教导大家的投资的课程都是用美元计价的，有可能美元贬值，你反而是得到了一个优惠的机会来投资自己了。最后也像巴菲特所说的，最好的投
投资永远是投资自己的脑袋。下一次机会出现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学会自己去分析，还要来找七爸爸问七爸爸这个股票能买吗？当我回答你的时候，这个机会可能已经给人家拿走了，所以要提前投资自己的脑袋咯。以上就是我们对巴菲特的股东大会的一些看法，不知道你对他的整个股东大会有什么看法呢？也欢迎你们在留言区留言，那我们下次再见。